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嘴里说着为你好，却在背后藏着自己的小算盘。这些操控手段往往披着道德、标签或者情感的外衣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今天我们把这些操控术讲清楚，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观察，帮你看透背后的套路，少走点弯路。一、道德操控术，打着为你好的旗号，谋自己的私利。道德操控术是最常见的一种伎俩，很多人喜欢用我是为你好这种高级的理由来让你听话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。这种方式特别阴险，因为它很难被识破，反而会让你觉得对方说的有理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结果呢，你稀里糊涂地上了当，满足了他们的私欲，自己却吃了大亏。我19岁那年谈了个女朋友，处了一段时间后，觉得性格不太合适，就想分手。结果我爸跳出来强烈反对，还逼着我跟对方订婚。他跟我说，人家那姑娘对你多好啊，你还不知足，这么用心对你的人你都不要，以后你就等着后悔吧。爸是过来人，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想想吧。我当时听完，整个人都呆了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绝情，太不懂得珍惜。我甚至还想，还好我爸把我骂醒了，不然我错过了一个多好的姻缘啊。于是我跟我爸说，行，我同意订婚。没过多久，村里就摆了订婚酒，连结婚的日子都定下了。可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，两个人的性格明明不合，分手有什么错？我爸真的是为我好吗？我开始冷静下来，仔细琢磨，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后来我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真相。我爸觉得对方彩礼要得少，能给他省一笔钱，而且儿子早点结婚，父母脸上也有光。这全是他自己的算盘，根本没考虑我的幸福。我差点就被他这套为你好的说辞给坑了一辈子。最后我还是坚决跟那女孩提出了分手。我爸知道后又是一顿道德绑架，说我忘恩负义，不懂事。但我已经看透了他的伎俩，态度很坚决。他见实在没办法了，终于说出真话，人家彩礼要这么少，你还要分手，以后哪去找这样的？到时候要是找个彩礼要得高的，你自己想办法，家里没那么多钱，这下原形毕露了吧？我笑了笑，说放心吧，我准备打光棍，1分钱都不用你花。这种道德操控术，不光我爸会用，很多父母、亲戚都特别擅长。比如他们会说，你得早点结婚，别那么挑，晚了不好找了，爸妈都是为你好。这话听起来暖心，其实意思是你再不结婚，我们老两口多没面子啊。还有人会说，别创业，创业风险多大呀，投那么多钱，亏了怎么办？还是老老实实在公司上班，别瞎折腾了，哥都是为你好。潜台词是，你可别创业呀，万一亏了还得找我借钱，我可不想担这风险。这些话里可能有那么一点关心你的成分，但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他们自己的利益。你要是真信了，全当是为你好，最后耽误的还是你自己的人生。2、标签操控术，给你贴个标签，你就得按剧本演。标签操控术是另一种高明的手段，人是没办法被说服的，只能自己说服自己。只要找准一个人背后的操控按钮，给他贴个标签，他就会慢慢变成那个标签里的人。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可，标签就像一面镜子，你贴什么，他就会往那个方向靠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挺震撼的。在一个教堂，所有祈祷的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一个小女孩。神父问她，你的爸爸妈妈呢？小女孩眼泪流下来，说父母出车祸去世了。神父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，看来你是神的孩子。后来这个小女孩成了知名作家，她在书里提到，就是神父的这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。这就是标签的力量，给她贴了个神的孩子的标签，她就真的朝那个方向努力，活成了那样的自己。生活中这种手法也很常见，比如你想让老婆每天做一手好菜，你就得天天夸她是厨神。她每次做完菜，不管好不好吃，你都得拼命夸，还要拍照，
拍影片发给亲戚朋友看，逢人就说我老婆是厨神，你越夸她越得意，慢慢的就真会钻研厨艺。接下来你就等着吃好吃的吧。老板也得学会给员工贴标签，比如公司里设几个模范标杆，像助人为乐之星、业绩能手之星、服务满意之星之类，把这些人的照片挂墙上。你看着吧，那些上墙的人干起活来会跟疯了一样拼命，因为标签给了他们动力。还有更妙的，你越觉得一个人小气，你越要说他大方；一个孩子越不爱学习，你越要说他特别爱学习，还得当着他的面跟亲戚朋友说，到处宣扬。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种表演，有人鼓掌他就演得起劲，没人鼓掌他就懒得演了。标签操控术的核心就是利用人的自我认同感，给他一个剧本，他就会自觉按剧本走。3. 情感操控术，用感情套路你，谋自己的好处。情感操控术更狠，他直接抓住你的感情弱点，让你不好意思拒绝。早些年，我有2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其中一个大家都叫他大哥。后来，这大哥跟另一个朋友借了一笔钱，2、3年都没还。我知道后就问那个朋友，为什么不跟大哥要回来呀？他说，大哥借的钱，我要是跟他要，显得我多小气啊。大哥一直跟我说，把我当亲弟弟一样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被情感操控了吗？他被大哥那套亲情牌绑住了，根本开不了口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跟任何人搞什么称兄道弟那一套。凡是玩这套的人，你都得小心。只要一讲感情，基本上就没办法讲钱了。历史上，刘邦、刘备、宋江都是玩情感操控的高手。他们用兄弟情义气把人套牢，然后自己谋利。宋江那句替天行道，多煽情啊，结果不还是拉着大家给自己卖命？情感操控术怎么用？其实很简单，就2条，但做起来特别难。1. 真的跟对方谈感情，但不要用真感情。不用真感情的是操控方，用了真感情的就被操控了。2. 只跟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谈感情，一旦利益没了，感情立刻结束。这2点做不到，你就别玩情感操控术，不然到头来被套住的是你自己。比如我那个朋友真把大哥当亲人，结果大哥借钱不还，他还不好意思开口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操控方得冷血一点，感情只是工具，别真陷进去。识破操控，活出自己。回头想想，我19岁那次差点被我爸的道德操控坑了一辈子，真是后怕。后来我学会了冷静分析，不被表面的话术蒙蔽，才保住了自己的幸福。标签操控和情感操控我也遇到过，像朋友被大哥的感情牌套牢，差点连钱都讨不回来。这些经历让我明白，生活中很多人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后都有自己的小九九。他们的为你好，我把你当兄弟，往往是幌子，真正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。怎么应对这些操控术呢？首先得保持清醒，别轻易被道德绑架。别人说为你好，你就多问一句，这真的是为我好，还是为你自己好？其次，别被标签眯了眼，有人给你贴个好听的标签，你得想想他是不是想让你按他的剧本走。最后，对感情牌要警惕，尤其是那种动不动就跟你谈情义的人，多半有目的。感情是双向的，不是单方面的套路。人这一辈子，说白了就是活出自己，别让别人的路德、标签、感情把你操控得团团转。你得有自己的主见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别稀里糊涂的活成了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幸亏当年没听我爸的，不然我这辈子可能就毁在那个不合适的婚姻里了。朋友们，擦亮眼睛，别被这些操控术唬弄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